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跑男第7期周深脚趾抠出3室一厅，宋雨琦被坑惨，张真源尴尬。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呀？跑男已经播了这么多季，居然还能让整个网络都热烈讨论呢。而且如果说这可算作综艺界一场激烈竞争的典范，那也毫不为过呢。最新这期全员集合去搞任务，从表面来看呢，是张真源被老中医把了脉，接着就仿佛消音了一样，宋雨琦接连被素人捏，导致他的手都发生了变形。周深聆听着那魔改版的大鱼，他的脚趾竟然都能抠出有3室一厅那么大的空间来。但真相是这档节目早已把观众培养成了沉浸式侦探。我们嘴上呢，一边嗑着瓜子，一边不时地笑出鹅叫，眼睛却紧紧地盯着嘉宾们。对于每一个微妙的表情，从剧本的间隙之中去探寻那些隐藏不住的真实人性。看看张真源被老中医按住脉门的画面，就知道什么叫综艺版真心话大冒险。医生那句后面人多，欲言又止被消音处理了，后期更是贱兮兮的配上了张真源瞳孔地震的特写。节目组超懂怎样去撩动观众的好奇心，当艺人遭遇那无法掌控的真实场景之时，就仿佛突然间被剥去了偶像包袱的美人鱼，你知晓她长着腿，不过却永远都难以猜到那变身的破绽究竟会从何处显露出来。宋雨琦在任务当中竟然把自己害得清清楚楚，为了检验素人的手劲儿，她直直地伸出手掌，接连抓住了7个壮汉，疼得她不停地咧嘴，不过却仍然需要强装出高兴的表情，那神情就如同我咬着牙去拎10斤快递然后爬上6楼时的那种样子。这年头明星连喊疼都能成行为艺术。当周深听到街头版的大鱼从二胡那细细的弦上悠悠地飘出的那一刻，空气仿佛被冻结了一般，甚至都能用来砸核桃呢。原唱本人皱眉咬嘴唇的小动作，比任何吐槽弹幕都有着极强的杀伤力。节目组有意设置了这样一种公开处刑的环节，其实是想要看看嘉宾在职业素养与真实反应之间走钢丝的情况。这种做法就好像是在试探嘉宾们面对两难境地时会做出怎样的抉择。毕竟在这个 AI 换脸都能造就神的时代，真人秀的终极杀器乃是那失去控制的瞬间。就好似你精心细致的打扮一番后出门，却偶然间撞见了前任，即便使用再贵的粉底，也难以遮掩那一瞬间的表情裂痕。但姐妹们发现盲点没？我们围观张真源的欲言又止，笑得前仰后合时，谁会想起明星也需要保留病历隐私？宋雨琦反复的伸手，那被捏红的手背其实已然暴露了职场的残酷定律。流量明星呀，必须得用自己的身体当作那笑料的蓄电池一般。这节目越是把真实当作卖点，我们就越发应该警惕真人秀的楚门结界。那些偷偷发笑的摄像机以及预先设定好的陷阱游戏，早早的就把每一个突发状况都编排成了连续的剧集。仅在这里想一想，所有被安排进惊喜环节的艺人，更魔幻的是当众社死竟成财富密码。郑恺明知周深听到的是二胡杀猪版，还要假装天真连问3遍这事大鱼妈时，我仿佛看见编剧在监视器后击掌庆祝。现在综艺圈集体患上了破防迷恋症，没几个瞳孔地震表情包都不好意思登上热搜。就像朋友聚餐的时候，总有人要拿起手机录像，而且还等着把这些录像发到抖音上。
原本的真情实感就这样被异化成了可以代售的电子榨菜。不过剧本再精巧也藏不住真火花。宋雨琦被坑第7次，还揉着手冲向下个目标的尽头，完全是当代年轻人热血生存图鉴。明知道熬夜会秃头，还追剧到3点。清除垃圾食品催人肥，照样点炸鸡。这种自虐式坚持被镜头放大后，反而成了最扎心的治愈剂。顺便心疼他明天会不会变成哆啦 A 梦的元首。说来讽刺，我们嘲笑艺人笨手笨脚时，不也在弹幕里投射自己？当张真源拿着那张看起来像鬼画符一样的中药方出神的时候，又有多少人想起了藏在手机备忘录中的体检报告呢？周深因那敷衍的态度，感觉手心仿佛塞满了东西。这种感觉简直就像甲方说在修改最后一版时职场中经常出现的那种表情符号一样。这节目就像一面哈哈镜，能照得见明星的尴尬，也能映出普通人的日常褶皱。所以其实谁也别笑谁，大家都是在玻璃渣里努力找糖吃的人而已。但最可怕的还不是被镜头所消费，而是全民逐渐养成了神丑的雷达。当热搜开始狂欢张真源难言之隐，宋雨琦手劲挑战时，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在把隐私当拼图游戏？我们为素人捏疼女明星的手，接下来拍桌狂笑，这种行为其实也在助长一种新型的娱乐暴力。就好像我们在围观朋友喝醉耍宝，还疯狂地拍视频发到群里，美其名曰真人秀的精髓就是真实，但实际上却在模糊娱乐的底线。现在放下你正在录像的手机，还来得及。所以当节目最后定格在9张大笑脸的时候，我竟然看到了镜头之外的浮沫。其实在如今这个年代，综艺早就应该变换一种玩法了。与其费心的去制造更多像宋雨琦那样的扑街集锦，不如像隔壁的种地吧，学习让艺人凌晨4点去割麦子。真正的解压密码应当是播出剧本之后那种略显笨拙的共生姿态，而非拿着放大镜去数张真源病历家里的秘密自述。姐妹们来说说你们被哪个细节扎到？我是看到周深悄悄用脚尖蹭的缓解尴尬时，突然想起自己主持年会念错老板名字的社死现场。